老公联系人里有一个李老头，每晚相约去万怡公园打太极拳。几个月下来，肌肉没见长，眼睑却明显泛起了乌青，倒像是纵欲所致。我很好奇，他每天在和李老头划的是哪门子拳，能练得像被狐狸精勾了魂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事情的起因是我发现老公陈度最近越来越热衷于打太极。他今年36岁，是个高中数学老师，因为经常熬夜赶教案，头顶已经有点地中海的趋向。从前管控不严的时候，他还能经常靠辅导班赚点外快。现在双减之后，我们的生活变得紧巴巴起来，一面还要给儿子的教育攒钱，一面还要供养房贷，压力很大。他的头秃得更加厉害了，越来越像一个资深老教师。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他原本萎靡不振的情绪突然高涨起来，每天晚上顾不得吃几口饭就要往外跑，理由是打太极，很晚才会回来。我忍不住腹诽，可他却说就是去万怡广场啊。我最近拜了个师傅，他24式打得特别好，我现在练了几次，感觉浑身都通畅了。我笑他才30多岁就要过上退休生活了。可是这几天我发现老公自打练了太极拳之后，反而越来越憔悴了，像被吸干了水分的植物，连眼底下也布满了乌青，倒像是重欲所致。在提桶水都能闪了腰之后，我劝陈度去医院看看，可他不以为意。现在还没开学，等你开学了给学生上课，高强度工作，再力不从心怎么办？在我的催促下，老公终于跟我去了趟中医院。老中医把脉后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们，年轻人，你这是肾虚了，肾阴阳两虚，可不能再纵欲过度了。你夫人也该提醒着点。听到老中医的话，我脸烧得滚烫。问题是，我和老公并没有很多次，1个月也就才同房1、2次，怎么可能是因纵欲过度导致的肾虚呢？拿了几副中药后，我们回了家。陈度似是有些心虚，叹了口气，人到中年不得已，保温杯里抛枸杞。看来我真是快老了。我白了他一眼，质问他是不是背着我把那些爱情动作片小视频看多了，才一副肾虚样子。他无奈地摆摆手，没有啊，我现在看谁都提不起兴趣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就喜欢跟那些老头一起遛鸟下棋玩。我姑且相信他的中年米费。晚上回家后，我熬了一锅浓浓的补肾良药，满屋都飘着中药味。他今天没去打太极，在卧室里陪儿子玩乐高，和我就像2个世界隔开的人。30多岁的他，事业正在处于上升期，而我却为了照顾孩子，早已当了全职家庭主妇。对外界我已经鲜少参与，都是听他凭空描绘。他的世界远比我鲜活丰富。每年我只能收到1次鲜花，就是教师节时他的学生送给他的那些。他借花献佛，再送给我。在盥洗室照镜子，我掀开衣服，看到自己下垂的肌肤，产后就没有恢复的赘皮，忽然产生了一丝危机感。难道老公的肾虚其实是有了新欢，寻求刺激导致的？但我的怀疑也只闪过了那么一刹那，毕竟没有什么实锤。我不想做捕风捉影的人。这么多年，陈度他是可靠，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上都风评极佳，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呢？没想到隔几天我就被自己狠狠打脸了。陈度最近为了赚钱，偷偷在家里给几个学生补习数学。那天是周末，我带着孩子回娘家了，陈度在家辅导几个学生上课。
结果被警察找上门了。他跟我描述时，气急败坏地骂道：“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狗鳖孙子，我冒着丢饭碗的危险给他们上课，居然有内鬼打教育局电话举报我。这件事我都被学校老师笑疯了，幸亏我还没有收他们的钱，说是无偿补习。奶奶的，给我玩阴的，白嫖我一节高考模拟卷讲解是吧？”陈度说得绘声绘色，牙都快咬碎了。我向他的同事问询时，发现确有此事。那老师还提醒我说：“好好安慰你对象吧，他应该是受了学生的伤害了。”陈度确实更加萎靡不振了，连打太极最近都不去了。我心中始终安定不下，于是不打招呼，自己去了趟警察局，想了解清楚陈度的事情。没想到警察却对我说：“我们带他去调查，不是因为课外补课，那是教育局的事情，不归我们管。你老公是另有原因。”原来他被传唤过去，是因为有一次住宾馆，涉及了那家宾馆里的卖淫案。不过他并没有牵涉其中。警方调查发现他没有嫖娼之后，就让他走了。我更加疑惑了。家就在市区里，他去市中心那边住什么宾馆？回去后我就问陈度，让他摊牌：“你什么时候去住的宾馆？”他不耐烦地说：“就那天教导主任组织的团建会，我那天喝大了，就没回家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那天说的是在同事家睡，喝大了记不清了。你烦不烦啊？”我默默闭了嘴，知道什么也问不出来。想求得真相，只能靠自己。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会生根发芽。从他鬼鬼祟祟的表现，联想到这段时间的异常，我很快便断定陈度出轨了。想不到为人师表、为人之父的老公也会出轨。为了不影响儿子，这件事我不敢闹大，也不敢质问。所谓是捉奸捉双。我很好奇陈度的出轨对象究竟有何魅力。趁他洗澡时，我查看了他的手机，发现各种记录都删得干干净净。不愧是教数学的男人，心思真是缜密。但是我在他联系人里发现了一个异常，那就是一个备注李老头的人，上面的记录都是在和陈度约定时间地点，基本都是在万怡广场。我眼尖地注意到，此人聊天喜欢用笑哭和狗头的表情包，说话方式也不像一位老者。这人到底是谁？于是，在老公再次出去打太极的时候，我跟踪在了他身后，结果却发现陈度一出小区门口就打起了电话：“宝贝，我出来了，终于摆脱家里的母老虎了。你在哪里？还是老地方吗？你老公我已经洗得香喷喷了。”他兴奋雀跃的声音好像终于脱离了笼中的小鸟，可这闷骚的话让我难以置信，这是那个当老师的老公。所以果然不能带职业滤镜看任何人。如果他的学生知道自己数学老师私下里是这样的人，恐怕也会大跌眼镜吧。陈度说这话时，我正在离他不远处的楼墙后面躲着。他开了免提，我隐约能听到对方的回答：“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等着，我马上过来，爱你，么么哒。”对方是一个甜美的女生，听起来似乎很年轻，让我心头忽然一紧。陈度这狗男人，该不会是为了寻求刺激去泡女大学生了吧？好哦，我们还是老地方见面，么么哒。他说完，还伸长了油腻的嘴唇搓了一下，我被油到阵阵犯恶心。这副猥琐的样子和平日在我们母子面前的表现简直大相径庭。好在熙熙攘攘的街道，加上陈度哼着小曲，自以为掩饰得很好，所以并未注意到我的跟踪。我轻而易举地跟着他去到了一个酒店门下，看到他去酒店隔壁的一家金店，
买了一条价值3万的金手镯，还诚恳地对柜姐说：“美女，你给我打个折吧，我这镯子是给我老婆买的，老婆在家里操劳了好多年，这钱是我攒的私房钱，你念在我对老婆的宠爱，给我打个折好不好？”在陈度的3寸不烂之舌下，柜姐给他一下子少了几百，最后老公拿着剩下的几百元现金出门右拐，还买了玫瑰花和麻辣小龙虾。路灯折射下，他出门时打了发胶的头尤为亮眼，还哼着一首酒醉的蝴蝶。我冷笑，在家中和我精打细算过日子，我和儿子的衣服、护肤品都不过100元，连账本都要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的他，在外面却这么舍得给女人花钱，我可去 TMD 的吧！我怒不可遏，本想冲上去直接质问，但他迈着小碎步，灵巧地转弯上了酒店大楼。门口有保安拦截，酒店我是上不去了，可是我又不甘心他上去偷吃，于是我找到街对面比较安静的奶茶店坐下，给他打起了电话。电话打了5、6个才被接通。我柔声问：“老公，你在哪呢？家里来客人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那端传来一阵粗重的喘息音，混合着的似乎还有另一个人，像是女人的娇喘。我在打太极，哎，好累，我都出汗了啊，我的骨头疼，嘶哈嘶哈。老婆，等我打完太极再跟你说。这声音充满劳累，但是快活逍遥。我攥紧了手机，从牙缝里温声答：“好呢，老公。”心中已经暗暗有数，想起他正在别人身上的耕耘，我只觉得反胃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无比煎熬。不是因为我还爱他，而是一想到最近和他的接触，我的洁癖就让我难受。然而，我更想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，能把我老公操控在股掌之间，让他甘心为他花这么多钱。这样的心机，不像是一个单纯女学生能做到的。1个小时之后，我终于蹲到酒店出来的一个女人。那女人穿戴整齐，妆容艳若桃李，年纪看起来和我差不多，大概也30多岁，看起来不是很美，但是打扮的却很讲究，颇有一副成熟女人的风韵。然而，当我看到她手腕上的金手镯时，我愣住了，这明明就是我老公刚才买的，所以这个女人就是推倒陈度的人，不是花容月貌，不是少女，看那个样子也是一个当妈的吧。我好奇极了，默默跟上去给那个女人拍了好几张照片，直到那个女人上了出租车，我才止步。陈度在她走后不久也从酒店出来了，与那女人不同的是，他双腿发软，一副眼前发黑的模样，像是被女妖精勾了浑厚肾虚，反而是他更神采奕奕一些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陈度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我忙躲到一边去接听。老婆，客人走了吗？家里准备了什么饭菜啊？我饿了，不用做太多的菜，浪费钱，咱家条件不好，为了儿子一定要节省一些。一会我买个凉拌猪耳朵回来。挂掉电话后，我看到漆黑屏幕上自己因怒火而颤动的嘴角。路过市场时，我给他买了猪大肠、猪腰子、羊鞭3件套，回去给他煲了一锅汤。陈度咬了一口大肠就吐了出来，难以置信地瞪视着我，因为我没有焯水去腥，也没有洗。老婆，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我莞尔一笑，是故意不小心的。老公，他看出来我的不高兴，将那盆3件套自己回锅加了点调料，默默全吃光了，又一声不吭收拾了餐桌。好男人的表演他烂熟于心。洗完碗后，陈度从身后环抱住我，轻轻喝道：“我知道你为什么给我买腰子了，你是在暗示我，对不对？”
我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晚上8点多，把儿子哄睡后，他蹑手蹑脚回了房间，似乎是想证明自己。陈度一把将我抱到床上，就撕扯着我的衣服，气喘吁吁的样子，仿佛真的对我重燃激情。即使他很卖力在演，犹能感受到他的力不从心。他布满胡茬的头埋在我身上，我去到他光洁的头顶，在暖灯下如同镜面反射，熠熠生辉。我冷冷看着他，没有任何迎合的意思，只把他盯得心里发毛。他突然暴躁地涨红了脸，你到底几个意思？而我不动声色，伸手主动搂上他的后颈，朝他耳朵吹了口气，看他情动难耐，却偏不给他。男人是否忠贞，从床上的表现就能窥见一斑。果然是在外面开荤过了，喜欢这种撩拨的方式。这时8点半的闹钟响了，他今晚还有晚自习的课要上。我别过头去，笑吟吟提醒他：老公，该去上网课了。他脸上情潮瞬间褪去，暗骂了句娘，急急忙忙提起裤子。我提前把他网课闹钟给打开了。他去卫生间整理了下头发，戴好眼镜，端着枸杞杯，气定神闲地坐回了电脑桌前。今天我们讲一轮复习提纲的第286页，来看这个例题。王书正，你把摄像头打开，做没做响？我远远地看到他上课，还一本正经的凶学生，心中一阵嗤笑。因为疲惫，陈度上了半节课就开始结巴，解比较复杂的三角函数题的时候，最后自己把自己都算进去了，不停地擦汗。终于上完了课，他满头大汗地关了电脑，趴在胳膊上伏案，仿佛真是那个为学生辛勤浇灌的园丁。其实我知道，这段时间他鬼迷心窍去找那个女人，连备课都不好好准备了。如果今后他在工作上会遭到什么接连的报应，那都是活该。我故意隐藏起仇恨和恶心，对陈度说，儿子要上早教补习班，为以后考双语学校打基础。儿子还想学机器人班，希望老公交钱。他既然有花不完的私房钱，不妨交给他亲生儿子。没想到一提到钱，陈度尖锐着嗓子对我咆哮，就知道钱钱钱！败家娘们，你知道我赚钱多不容易吗？你自己1毛钱不挣，啥都指望我，我又没有3头6臂，上什么早教班啊？省钱，省钱！我冷漠的脸目。他在外面可没见得多么俭省，他根本舍不得给我和儿子花钱，却把所有的积攒都无偿奉献给外面的女人，严重影响了我和儿子的生活质量，实在是讽刺。最终在我的软磨硬泡下，他咬着牙给我转账了2000块钱。我问他钱哪来的，陈度低声对我说，前段时间学生家长送礼送的。你别吭声，笑死！原来他一直都在收贿赂啊，这一手玩得真溜。我认真的暗中录下了音，并问他收礼的经过，他事无巨细全都跟我坦白了。陈度也干过这等不耻之事，谁送礼就多关照哪个学生，否则就置之不理。对于看不顺眼的学生，就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随意侮辱和打压，以疏解他在生活中遭受的重压，满足自己的大男子主义。老婆，我什么都跟你说了，这是我最后一点私房钱了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我已经很累了。他揉着眉心说，而我关了录音，乖顺地点点头。好啊，明天儿子幼儿园，家长会你替我去吧。我最近内分泌失调，总觉得没什么精神。得嘞。他见我不再起疑，眉头舒展，自信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老婆，我们这个家没了你不行，妇女能顶半边天，你是顶梁柱啊！呵呵。
这种话他在金店时对店员也是口吐飞沫，声称体谅自己老婆辛苦，可买下的金镯子却是给别的女人献媚的辛苦礼物。看来这繁琐家务和床上功夫相比，到底是不值一提的。第二天，他出门去开家长会后，我快速在他的书桌上进行翻找。身为老师，他的书桌和办公桌一样井井有条，整整齐齐，在外人和学生面前都是人模狗样的，却不想是表里不一的衣冠禽兽。在抽屉里面用本子压着的角落，我发现了他珍藏的一朵玫瑰胸针，是 S 品牌的联名款，很明显是戴过的，边角都有点褪色。我心想，这女人还挺会留情的，顺手收起了那枚胸针。儿子在幼儿园拿了奖状，兴高采烈地回来，和他爸一起打电视游戏，我心中有点沉了下去。晚上哄睡时，我悄悄问他觉得爸爸怎么样，但是4岁的儿子对我说，爸爸是品性最好的老师，是我心中的超级英雄。然而，连他喜欢的机器人班，他爸都不肯给交钱报班。迫于儿子对老公的信任和喜欢，我不想在孩子面前暴露大人们最恶劣的一面，只能先继续隐忍。但是我知道，作为原配，我可以把老公在外面给小三的钱先追回来，毕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那家酒店名叫索菲兰，我暗中跟踪了陈度几次，发现这就是他们幽会的地点，就在万怡广场附近。这家酒店正在招清洁工，我以招聘的名义化身清洁工阿姨，戴着面罩，连续几个晚上在那里踩点，终于被我蹲到了陈度和那女人再次来入住。这天晚上，儿子已经去了姥姥家代为照顾，而陈度跟我说，今天他去看望他妈，就不回家了，还真是来看他妈的。他们手拉着手一起登记住房，老公很是谨慎，让那女人用身份证扫描信息，自己则谎称忘记带。等他们走后，前台的登记表我过去扫了一眼，瞥见那女人的名字戚家燕，这名字莫名有些熟悉，但我想不起来是从哪里见过。他们登记的房间号是3077，我作为清洁工跟上去，很是便捷。看着他们进了房间，戚家燕注意到了我，慵懒地冲我招招手，阿姨，来帮我们清理一下卫生间里的浴缸，待会我要用，我有洁癖哦。我沉着嗓音嗯了一声，信步走进了盥洗室。可是不一会，那边就传来了娇喘阵阵，隔着磨砂玻璃门，依稀能看见2坨纠缠的肉色。我听到女人的娇嗔，声音甜美妖娆，哎呀，你猴急什么呀？还有人在屋里呢。陈度压低了猥琐的笑声，别啊燕子，一个清洁工而已，不用管他。燕子，你的身材越来越好了，我一进门就把持不住了。你好坏啊！暧昧不堪的语气充斥着我的耳膜。我想起刚刚走进来时，顺手拾起来的铝箔纸垃圾，上面写着海狗丸3个字，原来是他急于想证明自己。可惜了，肾阴阳两虚的男人恐怕是证明不砸起来。果不其然，我假装清理浴室的须臾，就听到那边很快结束的声音，还不到2分钟，是我熟悉的他的速度。那女子恨铁不成钢的谩骂，你个怂货，还不如个花洒好使。闻言我皱起了眉头，花洒，顺便瞥向了浴缸里的花洒头。我想起中午没来得及吃完的小袋装辣椒酱，顺手塞在了清洁工围兜里，于是拿了出来，认真地涂满了花洒拆开后的那个出水口，再安了回去。那边做做锁锁的声音又开始了，隔着磨砂玻璃板，活色生香。我听了心烦意乱，忽然灵机一动，
一边拿卫生纸塞住耳朵，一边用假嗓子哼唱着戏曲。是那首铡美案，朝为驸马娶公主，你停妻另娶，欺瞒朝廷。第二罪，自享荣华饿死父母，忤逆不孝灭天伦。你这无情无义狼狈狗心，读的什么书你还做的什么人？我哼唱的声音很大，不出所料，陈度很快再次败下阵来。他怪我坏了他男人的尊严，暴躁的怒吼：你有完没完？你打扫干净了没？打扫完了就快滚！呵呵，嗓门越大肾越虚，都是唬人的。我慢条斯理地提着水桶离开，刚刚已经在磨砂玻璃门那边安好了窃听器，一切都十分顺利。2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基本拼接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那戚家燕在问我老公要更多的钱，说家里还有2个孩子要养，她一个女人家支撑不起来。说到她有1儿1女，我反应了过来，这人是我老公班上一位同学的姑姑，之前来给那同学开过家长会，我依稀有印象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明白了老公的恶心无底线，原来是勾搭人家有家室的女人出轨，还要为了讨好她，主动帮她养2孩子。由于戚家燕某些方面的活好，她的老公又远在国外，2个寂寞不要脸的灵魂相遇，这种刺激深深迷恋住了陈度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怂恿我老公跟我借钱来投资办辅导班。你老婆的娘家不是还没借过吗？你就借他们的，反正你说他老实好骗。他轻笑着提议，似乎把我当成蠢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笑死，骗了不少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不说，还想着让陈度对我敲骨吸髓，诈骗我娘家，我势必不能忍受。第2天一早，陈度很早就离开了，而戚家燕很生气来找到我，说为什么花洒头里面那么辣？我依旧戴着清洁工的面罩，无辜地说：戚小姐，你用它干什么了？竟然能感受到那里很辣。她想骂我的话如鲠在喉，竟气得涨红了脸。我则悠悠地从围兜里掏出了那枚玫瑰胸针。不过小姐，这是您的东西吧？昨天在浴室打扫卫生找到的，今天物归原主。戚家燕狐疑地接过那胸针，是我的，但是我不是把它送给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，拿着拖把就想走人。您看看有没有什么损坏的？没问题，我就先走了。戚家燕眼神中忽而闪过一丝贼光，果然是坏女人。她叫住了我，得意洋洋地说：阿姨，你把我胸针弄坏了，边缘都蹭掉色了，你看好了，这是 S 牌的联名款胸针，好几万呢，你赔得起吗你？而那些褪色明明是他自己用久了形成的。我不动声色，还是微笑着跟他道歉：对不起小姐，那我加您微信补偿一下，我们私了，您不要告诉我们老板好吗？贪财无厌的他装作宽宏大量地点点头。那好吧，我用一个小号顺理成章加上了他的微信，并获知了他的全部信息。由于我是个清洁工，他对我不设防，我能查看到他朋友圈的全部范围。我顺藤摸瓜找到了他的某音账号，发现他每晚都会直播，玩的还是擦边球直播。直播标题：80后成熟女人居家寂寞求安慰，配图的穿搭是红色蕾丝套装。在他发布的小视频里，有时候炫耀金手链，有时候炫耀大牌衣服和包包，不时还会感谢舰长和榜一大哥的打赏。榜一大哥，我挑了挑眉，看到了他的打赏礼物榜 ，IP 地址在南方某省份，很显然不是我老公，所以他其实还背着我老公，有这种行当的小生意。而且我发现他的评论区充斥着几条不好的声音，被他发现后就会被删除。
我思索片刻，在他的某条视频底下评论了句不堪入目的羞辱性语言，等待钓鱼。果不其然，不到半小时，我的评论就被他删了。当我以为钓鱼无望时，我收到了一条陌生人的私信，对方是个女性。她试探地问我：姐妹，你也是被他插足过婚姻的人吗？我皱起眉头，加上了他为好友，发现了一系列令我震惊的事实。原来戚家燕不是初犯，而是惯犯。这几年一直通过网络行骗，游走在各种男人之间。我老公只不过是他的一条船。那名姐姐将我拉到了一个群里，群里全是被戚家燕插足过家庭的受害者，都是原配。他们有的已经离婚，有的为了孩子以及种种原因还在苦苦维持婚姻，多多少少都和我有些相似。但大家的共同点就是都对戚家燕咬牙切齿，恨之入骨。去年我老公想创业融资，好不容易东拼西凑攒的50万，全被他用巧妙手段骗走了。我老公给他转账的时候，还被要求写上此为本人自愿赠送给戚小姐，绝不讨回。是啊，他心机真的很重，咱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功夫了得。明明长得不是多美，但男人一迷上她，就跟被勾了魂一样。我女儿快结婚了，老不死的还玩这种货色，骗进去了我准备的10万嫁妆钱，怎么着我也得要回来。还有一位年轻刚结婚不久的原配，他发了语音恨恨地说，家里的山珍海味吃多了，外面的屎没吃过都觉得是香的。我默默感慨，难怪戚家燕吃穿用度都大手大脚，原来是习惯了当众星捧月的女人。大家正在群里商量怎么起底她，同仇敌忾，进行报复。我看着那些有板有眼的报复方法，笑得合不拢嘴。看来我老公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冤种啊！正当此时，陈度回来了，他果然来提了跟我借钱开辅导班的事。见我心情很好，他掐着我的腰搓磨问：老婆，我的那些学生们都很崇拜我，到时候报名的少不了，反正你家就你一个闺女，你就让你爸妈把养老钱先借给我们呗，这就盯上我父母的养老金了。若不是我早洞悉一切，恐怕早就被他骗入腰包了。我反问他，你不是上次还被学生当内鬼举报到教育局了吗？他一噎，似被戳痛，还是硬着头皮说，那就开高考志愿填报机构，一个人就能薅他个4、5千。学生家长人傻好骗，多是一件美事。当了老板，我就不用当这破老师了，工资低不说，还天天早起。那群学生现在还打不得，一个个乌眼鸡似的，没劲。我抱着胳膊冷眼看他表演，心底的凉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终于没能抑制住这些天挤压的情绪，跟他爆吵了起来。他知道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，脸烧得猩红滚烫，指着我的手都在颤抖。你个臭娘们，你反了你，在我家白吃白喝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我不想做歇斯底里的老妈子，于是直截了当跟他提出离婚，没有丝毫余地。陈度，这些年你在我的照顾下顺风顺水，眼看着就要评职称了，好日子过太久了，腻歪了吧？我悠悠地拿出了那天在酒店录下的所有证据，告诉他，如果不同意离婚，我就将这些东西发布到家校通和他的工作群。你不是喜欢在外面偷吃吗？让你的同事、学生们都看看，这个衣冠楚楚的老师究竟是人是兽。话音刚落，房间里突然传来了儿子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我有些慌了神，却看到老公镇定住心神，得意洋洋地威胁我：好啊，你去说，反正咱儿子的声誉和未来你是不管不顾了，
你只知道你自己，利己主义。看到儿子哭得撕心裂肺，我一时间有些动摇了。儿子的梦想是当一名警察，可是如果他的爸爸有污点，他将来很难考编考公。我和他开启了冷战，在我没想好怎么权衡对策之前，暂时不想轻举妄动。但是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戚家燕的事很快被所有的原配齐心协力共同起底，而我也没有忘记为姐妹们提供帮助。我尚且一直在她喜欢睡的那家酒店上夜班，于是在一次和我老公的幽会中，我提供了时间地点。戚家燕出来的那一刻，被无数原配们捉奸，一起殴打在街头，犹如过街老鼠。而男主角是我老公陈度，看着一群女人群起而攻之，顿时傻了眼。他自己也被爱屋及乌地挨了点打，虽然不及戚家燕鼻青脸肿，却也是脸上肿起了3个大鼓包。了解清楚前因后果之后，陈度泄了气，意识到自己被骗，跪着祈求我原谅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是猪油蒙了心，才听信这个女人的鬼话，背叛了你跟儿子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他模样凄惨，眼镜都被打碎了，与平时文质彬彬的君子模样彻底分离，充分诠释了什么叫斯文扫地。我眼神流露出一丝怜悯，俯身在他身旁，沉声说：你真的知道自己错了吗？后悔吗？他拼命点头，而我则附在他耳边轻声道：陈度，那你怎么不去死呢？这时我莞尔一笑，向墙后面招招手。4岁的儿子红着眼从那边走出来，本来不想把大人之间的不堪暴露在孩子面前，可他步步相逼，不惜拿孩子当威胁我的利器。虽然残酷了些，也是时候让儿子认清现实了，不能永远浸泡在童话里。爸爸，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，你不是说妈妈是你最爱的女生吗？你是坏蛋。儿子懂事的话让我感慨。我问他，如果爸爸妈妈离婚，你同意吗？他重重地点了点头，眼眶里如起泪光。如果爸爸这么欺负妈妈的话，那我宁可不要这个爸爸。灯红酒绿的街头，陈度衣衫不整，狼狈不堪。我看到他眼中切切实实闪过的一丝悔恨和痛苦，心终于沉了下来。离婚的时候，我和其他原配一起告发了戚家燕，让他把吃到肚子里的东西都给吐出来。打官司时，戚家燕的原配老公从国外回来了，得知他的所作所为，险些就当庭变成家暴现场。我看到他惶恐又疲惫的眼睛，再不复平时的自信昂扬，不禁心想，这样的人缘也有害怕的时候。法院最终判决戚家燕归还属于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，他将背负的是巨额债务，他的某音账号也被永久封杀，从此臭名昭著，恐怕再也无法从事他最爱的擦边直播事业。而我和老公离婚的那一天，陈度被学生实名制举报到了教育局。原来除了我之外，有一个和戚家燕有偿约炮过的年轻人，竟然是我老公的学生。据说此人家境贫寒，学习成绩还不错，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才通过某音约了戚家燕放松一下。没想到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该生因为这件事被学校开除后，不得参加高考，恼羞成怒。因为我老公此前曾多番为难他，于是他通过搜集证据，制作了一个起底的视频，并在全校网课开会期间黑进了网课系统，全屏播放给了所有师生。陈度因此被全省教育局点名批评，革职查办，还上了热搜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可谓是身败名裂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不过
私生活混乱，到底不至于坐牢，并不会影响我儿子未来考公考编。我重新返回了职场，重操旧业，找到了一份会计师的工作，陪着儿子读书。未来的日子虽然尚且渺茫，但我相信，在不依靠男人的硬币和画饼之下，未来会切实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